我们用24小时帮一位父亲找到了他失踪83年的儿子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23年，我在湖南雪峰山下做田野调查，到了洞口县曲塘村的杨氏宗祠。在杨氏宗祠，我见到了一块80多年前的墓碑，孙同学创业之墓，中央军校第2分校17期6总队1队学生，年19岁。黄埔军校第2分校在武冈。那这是他们当时在这里是一个什么训练的地方？认为当时黄埔军校2分校驻扎不行，然后这里面可以排训。杨家人告诉我，1938年，日军逼近武汉，原黄埔军校2分校被迫南迁至湖南武冈。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，大量学生报考。李明浩将军与村民商议后，征用武冈洞口各地祠堂作为军官训练学校。洞口县曲塘村的杨氏宗祠就是其中之一。就是他是怎么牺牲的呢？当时搞了个手榴弹训练啊，手榴弹训练，当时有个学员不小心这个手榴弹就把那个没扔远，他为了救那个学员，然后自己牺牲了。1940年，孙创业和同学在杨氏宗祠训练，有一次一个学员在练习扔手榴弹，没有扔远，孙创业就赶快上去，想把这个手榴弹捡起来扔出去，没有想到这个手榴弹爆炸了，孙创业当场牺牲，年仅19岁。军校的同学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还为他修了墓地，立了碑。几年前，洞口县政府为他重修了新墓，这块同学为他立的旧碑就放到了宗祠里。多年来，杨家人希望能寻找到孙创业的家人，一直没有找到。站在墓碑前，我录制一段寻亲视频。我们现在呢，希望河南太康的朋友帮我们寻找孙创业的亲人，谢谢你们。没有想到，不到24小时，我们寻找到了孙创业在河南太康的亲人。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，他的弟弟正在地里干活。当听说他的哥哥找到的时候，干活的农具都不要了，就往家里跑。这个孙创业是你的哥哥对吧？是我大哥呀。那他死那时候他俺父亲去找那问我信啊。你没事上哪去找？没有，没地方找。不知道上哪去。孙创业兄弟4人，他是家里的老大。抗战爆发后，17岁的孙创业跟父亲说，他要去报考黄埔军校，保家卫国。为了上军校，孙创业非常刻苦，每天读书读到深夜，终于如愿以偿。令人难过的是，家里再次收到孙创业的消息，竟是牺牲的噩耗。就是一个同学往我家寄了一封信，说是他牺牲了，具体怎么牺牲也没有说。父母拿到信后不敢声张。孙创业去上军校时，才刚刚结婚，还没有孩子。如果儿媳知道，该有多伤心。为了确认信件的真实，父亲多次从河南走路前往湖南寻找儿子，始终没有打听到消息，只能将实情告知儿媳。没多久，儿媳改嫁。想起来，我大哥我父亲都不是味儿，提起来都哭啊。湖南可地方可大呀，可是真正是难找啊，找不到。1980年，孙创业父亲离世，临终前还在念叨这个没有回家的孩子。弟弟一直记得父亲的嘱托，有机会去湖南找找哥哥。当他们看到我发布的视频，整个家族的群里都炸了。这个消息他们期盼了80年。9月3号，抗战胜利纪念日，孙创业的家人开了2辆车，自驾1000多公里，从河南太康来了湖南洞口。洞口的志愿者一早在高速公路迎接，给予英雄家人最隆重、最温暖的礼遇。祭拜当天，洞口的各级领导、志愿者、村民都到了现场，一同见证这个分离80多年的家庭团聚。我站在路口迎接孙家人。慢点，不能动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孙创业的弟弟是最小的一个弟弟。
他们带来了老家的很多东西。今天呢，孙创业在牺牲83年之后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吧？年过8旬的弟弟手捧着父亲的照片来接哥哥回家。所以说家来没有找到你。他们摆着从家乡带来的特产，用家乡礼仪祭奠。当弟弟跪在哥哥墓前，泪水喷涌而出。一个家庭数十年的寻找与期盼，在这一刻决堤。大爷，哥哥，今天终于找到你了，给你送钱了。弟弟终于替父亲找到了哥哥。出发湖南前，孙家侄子问我该怎么感谢杨家人。我说送个锦旗吧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侄子竟然直接跪在杨家人面前磕了一个头。多年来，当地的杨家人一直守护着他的墓地。这位接受锦旗的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，他来代替杨家人接受孙家人的感谢。为孙创业守墓的是一位抗战老兵，曾参加雪峰山会战。他们好像是在40军里10军里面打个一兵，是大概他才保下了这块墓碑。如果是像人家来或者来搞破坏，他就是在这里这个守住人家就不敢来了。是。这个家族因为感念孙创业的舍生取义，主动照顾起孙创业的墓地。2015年，因墓地塌陷，当地民政部门出资，杨氏宗祠的人为孙创业重修了墓地。志愿者们一如既往的热心帮助，英烈后代的家族荣誉感，英烈才能如今日如家人团聚。他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才能被大家所熟知，被后人所学习和传颂。19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救战友的瞬间，83年的等待终盼来魂归故里。从杨氏家族2代人的默默守护，到民政部门与宗祠族人的倾力修缮，再到如今亲人跨越山海接英雄回家，每一份善意都在告慰忠魂。壮志未酬终无悔，山河无恙故人归。这段可歌可泣的往事，也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精神丰碑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你别再回家了。